Hello， 大家好。嗨，大家好，我是大宝，我是凤凰。我们今天呢，想要带来一个主题，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就是轮回。过年前吧，有一个影片蛮红的，就是在讲说，其实整个地球就是有被一个捕灵网笼罩住。地球是一个宇宙监狱，对，宇宙监狱。这个是老高的影片。对。然后有一个捕灵网，就是说你离开以后，你的灵魂上到捕灵网之后又被打下来，就是这样一直不停的生而为人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那我们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想要去聊聊看不同角度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看，所以大宝就问了芬多奇，然后我就问药师这样子，对，过年前的时候是药师，对，因为老高在那个影片里面有一个论述是说，人被催眠了，就是当我们死后会有趋光性，我们会想要往光的地方去。可是那个所谓光的地方，就是真的在地球外面有一个无形的栅栏，那个光栅，所以当你过去的时候，你碰到你就再一次被洗记忆，就很像喝了孟婆汤，你就会忘记所有的记忆，然后就再一次的轮回。然后呢，你会灵魂在地球上面就会无数次的经历这样子的洗脑、忘记、洗脑、忘记，再来，然后不断的轮回。所以呢，这是一种灵魂的监狱。对，那他是说每一段时间那个能量就会变比较弱，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人是没有被洗得很干净，所以就会横空出世一些天才。对，就那影片结束之后，不只是凤凰，还有其他朋友，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恐慌。对于灵魂是监狱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是让很多人感到很恐惧，就好像我就此生一直被困在这里，然后原来我这边的轮回是一个监狱，我是个犯人。所以我们就来问问看不一样的高龄，他们对于这件事的解读是什么？对，我后来真的就是也看完了那个影片，老高的影片。那老高里面他那个影片其实在讲到的是外星人，然后在地球上。跟美军有接触，那美军里面呢有一个人，他把他们所有对话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心电感应的对话过程，就写成手稿出书。那我还真的把那个手稿的中文版全部都看完了。对，真是知识控。没有，因为我想要了解啊，我想要了解它里面讲的东西跟老高在影片中传达的是不是真的一模一样。那当然，确实老高有一些他的浓缩跟他的解读啦。但我把手稿都看完了以后。然后我就跟芬多奇连线，然后呢，芬多奇给我的回应是说，里面所讲到的那一种就是死去就会忘记记忆，然后再来一次的这个机制有啊，确实存在啊。然后我们就说，那所以我们是一个地球监狱吗？他又说，那是他的宇宙观，但是如我们所知的，宇宙并不是只有一个面向，它是很多重的，所以呢。他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看影片的这个时间点，跟老高这个影片重叠了，我们得知了他的这个宇宙观，可是未必就代表我们死后还是会去经历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拥有自己的宇宙。所以他说就是刚好在这个时候我们重叠了，就像之前我们所讲到的关于预言会不会准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其实多重宇宙就像是人站在一个6面体的电梯里面，你电梯的6个面向都是镜子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面的你，很多重宇宙的你。那他说，就是我们刚好在某一个镜子的那一个面向，我们看影片的人跟传递影片的人重叠了。对，那如果我们选择继续这样重叠，并且相信这一个学说的话，那么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就经历什么。所以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信念放在哪里。对，如果我们的信念确实非常认同这一件事情，然后的话，那么当然有可能死后就可以去经历这件事啊，因为我们都是心想事成的，但是这未必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经历的，所以就比较像是跟我们之前提到跟宗教的概念很像，就是说我们在死后去哪的那部会员影片里面有提到，就是如果你信仰的宗教是这样，你认为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可以让它有比较好的结果的话，那它就会一直在这个系统里面去运作，是比较像这样，所以就又回到这样，然后我就觉得那很有趣啊，因为芬多奇本来就是外星能量，可以这么说，偏外星人的部分，他自己说他没有生而为人嘛，所以那我就想要问一下，曾经生而过人的药师他是怎么看这件事？药师是谁？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吗？不然大家可能没有背景知识。药师就是也是一个朋友。为
一个朋友，一个看不见的朋友，一个看不见的朋友。那就是反正如果有看过会员影片跟会员直播，就会知道他是谁啊。那总之呢，没有看过的朋友。总之呢，就是凤凰在过年前呢认识了一个看不见的朋友。对，那这个朋友呢，生前是大马地区的原住民那种祭司药师这样。那我就会问他说，因为他既然曾经生而为人嘛，那为什么他没去轮回，没去投胎？因为如果照他给的讯息的话，大概已经漂流了100多年我才见到他这样。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事情，他还很想帮助很多人类。因为有鉴于他过世前，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到他的族人，没有办法拯救他们免于疾病，所以他一直有这个亏欠在。可是呢，因为他死前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他觉得生而为人很痛苦，他不想，所以他就一直在想为人不想为人，想为人不想为人当中徘徊。因为生而为人是困难的，对，那我需要为了去达成我想要体验的事情，再去经历这个挑战吗？其实会犹豫，他就是犹豫，很有人性哎。对，他就是在这当中犹豫了很久，所以他很痛苦。其实坦白说，可是一直到他遇见了我，然后他才发现，其实如果他想要帮助人，他不一定要用在生而为人的方式去帮助人，他可以用能量的方式，用跟人沟通的一些比较不太一样的沟通方式去帮助人。把他的意念或者是他想要做的事情，透过这样的方式传达出来，他不用一定得生而为人。在这个时候，他就跳脱了这个所谓的轮回也好，或者是说捕灵网的概念也好。他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如果我们接受捕灵网这个概念，那我们可以想象有 A、B 2个地球的乐园。他原本是在 A 地球这个就是有捕灵网这个地球的乐园里面在犹豫的，他一直在这当中不愿意去调整。但一旦他知道其实是有 B 乐园的存在，而且 B 乐园可以达到他想做的事情，但他又不用再生而为人的时候，他就去 B 乐园玩了。所以他的给我的想法概念是这样。之前我们有可能在会员影片有探讨过，就是其实你生前相信什么，那你死后你就会首先去经历你生前相信的事情。例如说，有的人是相信有地狱存在的，那么他可能认为他生前的那一个状态是符合去地狱的资格的，那么他死后就会先进到地狱。可是当他在地狱里面受苦到某一刻的时候，他也会发现，原来地狱也是他因为他认同所以创造出来的幻象。那么在那一刻，他就有所选择，可以离开那个幻象。对，地狱也是一个幻象，天堂其实也是一个幻象，很多东西，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幻象。可是因为我们有所相信，有所认同，所以我们去到那个地方。那可是要怎么样在那个当中跳脱那一个陷在里头的陷入在里头的视野，可退一步看，那么你就可以离开。再聊到一个之前啊，我有问过芬多奇，就是关于轮回这件事情，然后有在别的地方也聊过，但那个时候就问说，为什么人会需要轮回？芬多奇给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就像你们看那个 Netflix 影集啊，就是当你如果只看一集，然后1个半小时电影就结束的话，你会觉得里面的事件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很单薄，它不是立体的。坏人就是坏人，好人就是好人，受害者就永远是受害者。可是事件结束了，于是有了英雄，于是有了坏蛋，于是有了受害者。然后他说：“可是你们以前喜欢看电影，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喜欢看影集？”因为影集可以去铺陈这个事件往后的每一个人物的面向，你以为他是好人，但是他其实也有他没有那么好的地方。你以为他是坏人，但是他的坏其实也有他慈悲的原因。他说，其实灵魂投胎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会想要去了解更全面的认识，更全面的价值观，这个故事的每一个面向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只是在单一事件当中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而已。我轮回做坏蛋一次，我轮回做好人一次，我轮回做受害者一次，我轮回做旁边吃瓜群众一次，于是我可以在每一个面向都体验到，哦，原来是这种感觉。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说感同身受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异地而处。那你要真的异地而处，你就是真的对灵魂的角度，我就是进去投胎，我就是进去经历一次。那么如果我真的在
这个事件里面每一个角色都担任过了以后，那我就完全丰富了我的体验，我就完全认识了这件事情，于是我的智慧就可以产生，因为我不会在任何一个面向被卡住，我可以用一个跳脱出来的角度去看我哪一个东西才可以怎么样去做才可以使这整件事圆满。对，所以灵魂的愿景是很大啦。今天早上呢，我要来录这个轮回议题的时候，我又再问了另一位朋友，就是马杰。那马杰呢是一个过年后认识的，对，他的能量蛮慈悲的，蛮接近我们可能说像妈祖啊，或者是比较女性的天使的那种概念。对，那他说他希望我叫他马杰。因为马杰曾经是人，那我就问马杰说：“马杰，那你是怎么样看待轮回这件事情 ？”OK， 比如说亲人过世，我们希望他往光的地方去，这样子是对的吧？他说：“那终究还是去了一个地方，所以其实最好的祝福就是你要相信他，我们所谓的功德圆满也好，或者是说他此生的功课他已经做完了。我们带着这样的祝福，其实他没有要去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他真的就是回到一切万有里面，你回到那个一，这个一，它可以有很多的面向，像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人类，或者要使用这样的方式，分度器用这样的方式，他们终究还是在那个一里面，只是我们可能他们生出来的触角不一样，触到不同的人这样。我说那所以我们想要知道亲人过得好不好，就过世的亲人，其实很多人都会来问这个问题。对。他说：“当你有强烈的这件事情的意念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又把他从一拉回来人的这一件事情里面。你跟他有过多强烈的羁绊，这件事情其实他会回不到一。但是他说中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是那个灵魂自己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像芬多姐之前讲，保留一部分让你去牵扯，但他大部分回归到一是可以的。”或者是说，他自己有他自己想要去的，所以其实你在这边抓他也没用，他已经早就又重新生了。因为灵魂是一碗汤嘛，那你如果一直要呼唤我，那我就舀一小瓢给你，对，给那个他的亲朋好友继续感念他，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他可能就离开了。对，他说，所以如果你一直抱持着强烈意念，觉得你好像还没有完成，或者你对他还有很多期许的时候，其实对这个灵魂来说，他必须要分裂。是，就像分灵体这样子的概念，对，他必须要分裂一部分保留给你。所以那我说，那如果我很思念这个亲人，他说思念是爱，爱是没有关系的，爱是一个很好的祝福跟能量，你大可思念他。所以你相不相信你的亲人已经完成了他生而为人的功课？他去了，我们不会用更好的地方形容这个，他就是去了一个他要去的地方。那不管你今天的宗教是什么，假设你今天认为他去了佛祖身边，你要记得那就是一个地方。去菩萨身边那也是一个地方。那你能不能够打从心底的觉得他去了一个没有任何的地方？这个很玄，就是一个对，这个很玄，对，但是确实也是基于那个灵魂的意愿，他觉得他满足了吗？对，他要成为那个无为的一了吗？对，还是他有他想要继续的旅程？那真的也很取决在于那个灵魂。对，但是呢，这件事情就是他今天给我这个讯息最大的重点是，当我们还是人的时候，你们对于一个灵魂的最好的祝福，其实就是没有任何的祝福。把对他的思念化作，就是把他的份好好的活下去。对，你应该去思考的是，这个人曾经带给了你什么东西，不管是好的坏的，因为有好的家人，有可能给我们很多伤痛的家人嘛。那我们怎么看待他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去转换？怎么去超越？然后不论是他带给你的苦痛，你去思考。就像芬多姐之前会说，你为什么你的生命会创造了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其实是你与其去想他在过往了以后，他在那里的日子好不好，不如去思考他怎么样使你学习了什么，使你学习跟成长。那有没有可能透过这样子的学习成长，当你离世的时候，你也做完你的功课，你也去了一切万有，你再也不用生而为人。他说，其实轮回就是这一件事。说到这个，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所谓的爸爸妈妈是谁选的？是爸爸妈妈挑小孩，还是小孩挑爸爸妈妈？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没有办法选爸妈，我们会怨叹说为什么我生在这个家庭，对不对？大部分人会这样想。可是开始可以接讯，然后从不同的传讯人的角度去
确认之后，发现完全是反过来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灵魂之所以会投胎到这一个国家，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身体、这样的性别、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族，其实是因为我想要借由拥有这样子的外在环境，快速的去学习我这辈子的使命。就是我有一个想要来体验的目标，而这些家人，因为他们拥有这样的个性，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可以使我快速的回忆起，让我又赶快回到那个我要去走的那个旅程，跟我要去学的智慧。所以，如果你很怨叹你的爸爸妈妈的话，那就是因为你的能力真的很强，所以你选择了一个让你很强烈的挑战，让你来超越。下面都经常讲嘛，组队打怪升级更快。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我跟我的原生家庭是组好队的，所以呢，其实也很多时候会在很多的疗愈场合里面会看到好多人，他们有很多的挑战跟创伤，他们都是从原生家庭所带给他们的。可是正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件事情，所以他拥有这个题目可以去学习跟超越。对啊。那原生家庭确实是一个最亲近而且最无法逃避的存在，在我们生而为人的这段时光里面，它会比一个朋友或者是远亲什么的，就是更为紧密。从这几个角度里面去看，其实你要说捕灵网很可怕吗？其实也没有。你要说我们是罪犯吗？好像也不是。其实终究还是回到你自己这个灵魂，究竟学完你想学的东西了没？体验完你想体验完了没？那对于过世的亲人也好，或者是什么牵扯也好，我觉得还是回归到自己本身。是，对。我觉得我们就是从这一路学习身心灵的东西到现在，其实会发现，我们真的要为自己的人生负100%的责任。你说很沉重，对不对？爸妈我选的，男朋友我选的，女朋友我选的，仇人我选的，朋友我选的，我的老师我选的，我的学生我选的，都是我选的。对，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允许了，然后我们下了这个决定，所以他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了现在这个状态。所以其实。所谓那种我是委屈的，我是受害的，这个心情就可以放下了。那如果一切都是我选的，那很多时候是在我无意识的状况下选的嘛，尤其可能在我投胎前就选了。那么我们就要再回到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从这个选择当中，它带给我的挑战是什么？对，那个挑战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我想要去跨越的主题，所以我才会选择这个挑战。那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样的心情来去面对你生活中所有的挑战跟困难的话，我觉得世界会很不一样。而且因为灵魂是永生的，你这辈子这个挑战没有结束的话，下辈子还要再来一次，这样会不会太无聊了？所以生而为人也是你的选择。是，但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如果你在这个当下你看到了这个困难，请你勇敢的去跨越，因为至少你看到了。你可能有曾经没有看到，所以你又再来。所以当你看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去思考说：太好了，我看到它了，然后我要去超越它，而不是天哪，怎么会这么难？这个困难我过不去。因为其实看到困难的时候，就像凤凰说，有2个选择，一个是回避嘛，太难了，我过不去，假装没看到。可是你久而久之，你就会对于这个一直处在你面前的这个困难，你会感觉到你自己很无能为力，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是很弱小、很脆弱的。可是，与其在这一个状态，你下辈子还要再来的话，那你不如在现在去想，我要怎么样增强我自己的能力，然后跨越这个挑战。然后要为对自己能够跨越这件事情为自己鼓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真的。对。那我们今天轮回就聊到这边。好的，好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